在旧金山的一个普通周二，科技公司高管马克·威尔逊正在主持一场关键的季度会议。作为一家新兴 AI 初创公司的首席运营官，他习惯了高压环境和紧张的工作节奏。然而，就在他展示第三季度业绩时，一种熟悉的感觉悄然而至：头痛、注意力涣散，以及一种无法言喻的疲惫感。请稍等，马克对着会议室里的10几位高管说道，他的声音比平时更加沙哑。他倒了杯水，试图继续，但大脑却像一台过热的电脑，运转迟缓。最终，他不得不请他的副手接管会议，自己则退到一旁。这不是马克第一次经历这种情况。过去2年里，尽管他的年度体检报告显示各项指标正常，但他的身体却在不断发出警告信号。医生告诉他，这是典型的功能性疲劳综合征，一种现代社会中越来越普遍的亚健康状态。会议结束后，马克决定做一件他从未认真考虑过的事情，寻求帮助。通过一位朋友的推荐，他联系了艾米丽·张，一位结合东西方理念的健康顾问。你的问题不是缺乏营养或锻炼，艾米丽在他们的第一次咨询中直言不讳，而是你的能量系统已经失衡。现代人最大的健康误区就是认为只要补充足够的营养和锻炼，就能保持健康。但实际上，更重要的是如何管理和恢复你的能量。马克皱起眉头，能量管理，这听起来有点玄学。艾米丽微笑着解释，这一点也不玄学。想象一下，你的身体就像一家企业，有着复杂的能量生产和消耗系统。当消耗超过生产时，你就会感到疲惫。问题是，现代生活方式让我们的能量生产力大幅下降，而消耗却在不断增加。这次谈话成为了马克生活的转折点，也揭示了一个现代社会中被广泛忽视的真相：内在平衡才是真正的健康基础。现在似乎大家都生活在一种常态化压力之下。我随机询问了身边的好几个朋友，都和我说自己感觉身体疲惫，精力不足。这其实是一种亚健康状态。我也常常有这种体感。明明每年的体检指标上显示的数据都是正常，但日常生活中总感觉体质不好，内心焦虑。现在很流行身强和身弱的说法。身强的人精力充沛，哪怕工作和生活中很多事情一起压过来，也能从容不迫地逐个解决。而身弱的人就做不到，会有明显的活力不足，常年会处于一种濒临关机的状态，事情也只能一件一件处理，无法同时应对复杂局面。平时也需要花更多时间韬光养晦，多沉淀自己，才能让精力回流。按照这种判断标准，虽然我算不上身弱，但也远远够不上身强的标准。很多时候事情一多，人一忙，也容易陷入焦虑和睡眠很浅的状态中。但要论野心和欲望，我又是一个相对贪婪的人，有时候总想把事情做多一些，做好一些，来达成自己内心的标准。这样一来，身体秩序就很容易混乱，随之而来的就是能量频率开始降低，感觉进入了慢性疲劳的阶段，精力也随之不足。这种状态在硅谷尤为普遍。根据一项针对科技行业员工的调查，超过 78% 的受访者表示经常感到精力不足，尽管他们大多数人都保持着健康的饮食和定期锻炼的习惯。
这一现象引发了健康专家的关注，他们将其称为功能性能量赤字，一种身体各项指标正常但能量系统失衡的状态。哈佛大学的神经科学家马修·沃克博士在他的研究中发现，现代人的能量问题不仅仅是身体层面的，更是一种生理、心理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我们的祖先生活在与自然节律高度同步的环境中，而现代生活却充满了打破这种自然节律的因素。我是一个夜晚很难入睡的人，睡觉很浅，属于高敏感体质，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吵醒我。后来在朋友介绍下去看了中医，医生说我脾胃不好，于是给了我开了药方，上面还包括白天不要做什么事儿，晚上不要做什么事儿，让我把自己的生活节奏调理调理。我自认为能量峰值比较低，身体也比较容易疲劳，再加上我每天都进行高强度的脑力劳动，也比一般人更容易忧思过度，所以这些白天的活动都会反映到身体和睡眠上，导致进一步加剧自己的能量外泄，精力自然也就不可能好了。所以归根结底，如果想彻底改变体质，最好的方法其实就一个：搞定睡眠。睡眠是人体的能量开关，这个世界上确实有少部分人是不需要太长时间睡眠的，但研究表明，90%以上的人都至少需要7到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才能保持精力充沛。所以如果你本身能量上限比较低，就不要总是死扛，而是先接纳自己的身体特性，并且开始重视睡眠。我昨晚看了一集《锵锵行天下》，主持人窦文涛拜访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张高成。72岁的张高成道长精神矍铄。窦文涛说，现在很多人都有焦虑症、神经衰弱的问题，身心不协调，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缓解？张高成道长说，建议大家多睡好觉，只要睡好觉，基本就可以高兴1个星期，睡够觉就内心光明。这一观点得到了现代科学的有力支持。斯坦福大学睡眠研究中心的威廉·德门特教授指出，睡眠不仅仅是休息，它是大脑和身体进行自我修复的关键时期。在深度睡眠阶段，身体会释放生长激素，修复受损组织，增强免疫系统，并清除大脑中积累的有害物质。在伦敦，一家名为 Somnex 的公司创立了欧洲第一个专注于睡眠健康的中心。创始人查尔斯·科尔曼解释道，我们发现，即使是增加15分钟的优质睡眠，也能显著提高人的认知功能和情绪稳定性。问题是，大多数人不知道如何改善自己的睡眠质量。一个人的精力能量，其实说白了就是内守和外泄之间的一个平衡。现在我们往往热衷于追求热烈刺激的生活方式，但却在无形中耗费了自己的精气神，于是体质也就慢慢变差。前2天看演员张国立的采访，他说了这样一段话：凡事使大劲全出错。当你觉得一件事情你的精力和体力达不到，就应该放手。人要自然而然的生活，我深以为然。很多时候确实是这样。过去我总觉得把一件事推到极致，哪怕忽略身体也是一种成功。但无数次的反馈告诉我，你越放松，结果才会越好。人越是在焦虑和欲望过大的状态下做事，越容易忽略关键指标，而去关注一些错误的事情，导致效率变低，结果不遂人愿。林语堂在《苏东坡传》里也写过，苏东坡临终前
对守在他身边的好朋友说，着力极差。很多时候越是用力，越容易事与愿违。太用力、太刻意的人生，看似很进取，但实则是一场灾难。真正的强者，懂得合理调配自己的能量资源，什么时候该全力冲刺，什么时候该韬光养晦，都有正确的节奏。我们之所以很容易累，很多时候往往不是食补不够、营养不够，而是身体能量的生产力不够。事实上，人的情绪、大脑疲劳、身体损伤、记忆力的恢复，几乎都是在睡眠的过程中完成的。所以好好睡觉，就是在守住自己的精力，就是在改变自己的体质。当然，除了晚上的睡眠很重要之外，我还想和你分享另外一个改善体质的方法。最近1个月，我在持续练习冥想，具体做法就是闭目养神，靠着或躺着都可以，身边放好轻音乐或冥想音乐，接着什么也不想，一边深呼吸，一边数呼吸，可以持续5至40分钟，具体情况自己决定。随着数呼吸逐渐达到40次、50次、60次，就会有明显的缓解疲劳效果。这个方法看似简单，但在你心无旁骛数呼吸的过程中，你的身体心率就会慢慢降下来，身体进入一种放松的状态，甚至可能会开始有睡意。等到你结束之后，会感觉能量恢复了，身体也得到了休息。有时候白天我会重复好几次这个练习，效果非常明显。而且这个方法门槛很低，只要你能找个地方靠着，哪怕出行路上、去银行等待办事期间、晚饭过后晕碳的时候，都适用。回到马克的故事，在艾米丽的指导下，他开始每天进行2次15分钟的冥想练习。起初，他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，但2周后，他注意到自己的注意力更加集中，情绪波动减少，甚至连创造力都有所提升。最令我惊讶的是，马克后来在一次公司内部分享会上说，通过减少 15% 的工作时间用于恢复，我的工作效率反而提高了 30%。这完全颠覆了我对努力工作的理解。这种现象在科学研究中被称为战略性休息效应。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表明，短暂但有质量的休息可以显著提高大脑的认知功能和创造力。研究人员发现，那些在工作日中安排短暂冥想或深呼吸练习的人，其工作表现和创新能力都明显优于那些连续工作的人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你晚上能确保充足的睡眠，白天也能在状态不好的时候及时通过冥想调整，那么相当于你一天拥有了足够长的休息时间，自然工作效率就会变高，体质也会变好。除此之外，还有3个方法可以帮你明显提升体质，也是我自己实践过后的心得，分享给你。1、减少碎片化信息摄入，减少刷短视频，多做完整且具体的事。碎片化时间刷手机不是休息，是消耗，因为大脑总在被高频刺激，总被各种奇闻和负能量的信息所包围。不如花完整的时间看一部电影，看一本书，或者尝试写作记录生活。在伦敦商学院的一项研究中，研究人员发现，频繁切换注意力的行为会导致所谓的注意力残留现象，即大脑需要额外的能量来重新集中注意力。这种能量消耗是隐形的，但累积效应却非常显著。我们的大脑
并不是为了处理如此大量的信息而进化的。认知神经科学家亚当·盖泽尔博士解释道，每次你从一个应用切换到另一个应用，从一个视频跳到另一个视频，你的大脑都在消耗宝贵的认知资源。马克决定实施数字断食计划，每天晚上8点后不再查看工作邮件和社交媒体，周末则尽量减少屏幕时间。这个简单的改变让他感到像是大脑被重新格式化了一样清晰。2、净化情感环境，少关注别人的生活，不要去嫉妒任何人，远离消耗你的一切关系，放纵自己产生负能量就是最严苛的自我惩罚。让内心保持干净，方能保住能量。心理学家苏珊·大卫博士在他的著作《情感传染》中指出，我们低估了他人情绪对我们的影响。负面情绪比正面情绪更具传染性。一个充满负能量的环境可以在几分钟内耗尽你的精力储备。马克回顾自己的社交圈时发现，有些关系确实在无形中消耗着他的能量。他开始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社交边界，减少与某些总是抱怨或消极的人的接触，同时增加与那些能够激发他灵感和正能量的人的互动。这不是自私，艾米丽告诉他，这是必要的自我保护，就像飞机上的安全指示一样，你必须先给自己戴上氧气面罩，才能帮助他人。3、身体流动与环境转换，让身体流动起来，可以适当运动或是转换环境。运动不一定要大汗淋漓，可以做10分钟的颈椎健身操，在 B 站上搜索视频跟着练习即可。还有就是适当出门，不要总在一个闭塞的环境里待着。转换环境就是转换场域，可以散步，逛一次公园、植物园，晒晒太阳，去猫咖撸撸猫，缓解心情。环境心理学研究表明，人类大脑对环境变化有着积极反应。哥伦比亚大学的环境心理学家罗杰·乌尔里希发现，仅仅是看到自然景观，就能在20分钟内降低血压和皮质醇水平、压力激素。马克开始在午餐时间离开办公室，哪怕只是在附近的公园散步20分钟。他还在办公室里增加了一些植物，并定期更换座位朝向。这些微小的环境变化为他的大脑提供了新鲜感，减少了精神疲劳。人到了一定年纪，最高级的炫富不是财富、房子、车子，而是把自己的身体和精神都照顾得很好。体检上既没有3高，血脂7项也没有异常，精神上也没有抑郁，这才是真正富有的状态。6个月后，马克的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，他不仅恢复了精力，工作表现也达到了新的高度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找回了对生活的热情和创造力。在一次行业峰会上，当被问及他最近成功的秘诀时，马克笑着说，我过去一直认为成功是关于获取更多的成就，更多的财富，更多的认可。但现在我明白，真正的成功是关于平衡，知道何时推进，何时后退，何时全力以赴，何时完全放松。艾米丽后来将这种方法总结为能量管理4原则：质量胜于数量，6小时高质量的睡眠胜过8小时的浅眠，节奏胜于持续，工作90分钟后休息15分钟比连续工作更有效，恢复胜于耐力，懂得及时恢复的人比能够长时间工作的人更有生产力，平衡胜于极端，在各个生活领域保持平衡，比在单一领域追求极致更能带来持久的满足感。
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职场精英，也适用于每一个在现代社会中奔波的普通人。在一个不断要求我们更快、更多、更好的世界里，学会管理和恢复自己的能量，或许是我们能给自己的最好礼物。当马克回顾这段旅程时，他意识到最大的变化不是他的日程表或习惯，而是他的心态。我不再把自己视为需要不断推动的机器，而是一个需要细心照料的有机体。这种转变改变了一切。也许，在这个充满噪音和干扰的世界里，最革命性的行为就是停下来，深呼吸，然后记住，我们不仅仅是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成就，或我们的社交媒体形象。我们首先是人，是需要休息、恢复和平衡的生命体。而当我们找到这种平衡，我们不仅会活得更健康，也会活得更有意义。我是高维认知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不错，请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，让我们一起每天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。